当地时间2月28日，实际控制德佐地区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召开代表大会，宣布自己将并入俄罗斯联邦，并请求俄罗斯政府的保护。根据 CNN 报道，俄罗斯官方明确表示将会坚决保护德佐地区的俄罗斯同胞。那么，俄罗斯真的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诺言吗？如果这场战斗真的爆发，又会给俄乌战场的局势带来什么新的变化呢？大兵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德佐地区位于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与乌克兰接壤，东部与南部分别是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州和奥德萨州。俄军如果想要进入德佐地区，无非是陆路和海路两种方式。陆路就是渡过第聂伯河，从尼古拉耶夫州南部向西穿过奥德萨，最后进入德佐地区；而海路就是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从黑海上登陆奥德萨，进入德佐地区。有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大兵在胡说八道，但是根据公开消息显示，俄乌双方都已经在这一区域布置了大量兵力，围绕德佐地区的这场战斗已经是一触即发。这里我们就先分析一下俄军从陆路进攻的情况。首先，俄军就要面对第聂伯河对岸和尼古拉耶夫州的乌军重兵，俄军必须渡过第聂伯河，控制整个尼古拉耶夫州南部地区，再以此为基础向西打穿乌军奥德萨防线，才能进入德佐地区。俄乌双方目前都在向这个方向增兵，乌军依托河岸占据地利，而俄军必须顶着乌军的炮火进行渡河作战，势必会造成大量伤亡。而且在第聂伯河渡河作战的同时，俄军还需要在北线和中线发起大规模佯攻，牵扯和吸引乌军的注意力，并且同时对第聂伯河后方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境内的部队发动远程打击，迟滞他们向第聂伯河增援。就算俄军宁愿付出巨大伤亡，也要选择强渡第聂伯河。那么在渡河之后，俄军依然要面对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的兵力阻击。乌军在第聂伯河北部和西部部署有多个地面防御旅和防空导弹旅，付出了巨大伤亡的俄军，此时距离德佐地区依然有数百公里的距离。面对乌军有生力量的阻击和逐渐被拖长的补给线，俄军的进攻势头可能会被打断，被迫选择就地筑垒防守，等待后方的支援。但是鉴于俄军的后勤能力，这部分俄军能否坚持到后援抵达，还要画一个问号。假如俄军能够成功控制尼古拉耶夫州南部地区，才能够以此为基础向西进攻奥德萨州。乌克兰在奥德萨地区同样布有重兵，而且俄军在向西进攻的过程中，同样要面对尼古拉耶夫州北部基沃洛拉德州的乌军夹击。俄军必须在顶住北部乌军进攻的同时，向西击败奥德萨守军，才能进入德佐地区。而且孤军深入的俄军还需要长期维持尼古拉耶夫、奥德萨、德佐这条战线，只要任何一点有所疏漏，就会被乌军分割包围。所以大兵认为，俄军在陆路方向的行动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吸引乌军的注意力和打击火力，从而掩护俄军真正的主攻方向，那就是依托克里米亚半岛从黑海上对奥德萨沿岸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这是俄军进入德佐地区最快的路径，而且可以避开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和基沃洛拉德州的地面力量。但是以俄军现在的状况，先不说两栖登陆作战的实施难度，就只说黑海舰队真的还能拿得出来足够的登陆舰和护航舰吗？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黑海舰队遭受了多次打击。乌克兰使用远程巡航导弹，比如英国的风暴阴影和法国的斯卡普 EG， 还有自杀式无人艇，比如猫 Gra V5，以及各种无人机，比如 TB2 等等各类武器，给黑海舰队造成了大量损失。2023年年底，黑海舰队甚至选择将舰队指挥中心和部分船只转移到后方的费奥多西亚和新罗西斯克，但这样依旧没能逃过乌克兰的打击。12月25日，黑海舰队的又一艘大型登陆舰辛切尔卡斯克号被乌空军在费奥多西亚港内
被击沉。进入2024年，乌克兰又对黑海舰队发起了多次攻击，击沉了一艘导弹艇和一艘大型登陆舰。而不久之前，乌军又对克里米亚的俄海军基地展开了大规模袭击，2艘登陆舰不同程度的受损。截止目前，黑海舰队仅剩2艘可用的4000吨级登陆舰，已经不足以支撑俄罗斯在奥德萨沿岸发起一场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如果俄军想要实施这一场两栖登陆作战，那就必须从其他舰队抽调更多的舰艇，组成一支足够数量的两栖登陆船团。而在俄军凑船的这段时间里，奥德萨的乌军肯定不会做事。既然乌军过去已经使用导弹、无人机、无人艇等武器，在黑海舰队身上取得了多次战果，那么俄军这一次把军舰送上门来，乌军肯定是欣然笑纳。现代两栖登陆作战可以说是难度最大的作战方式之一，进攻方要面对防守方全方位多层次的火力打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伤亡。到此为止，大兵简单的分析了一下俄军方面的进攻路线和方式。那么如果俄军真的要打这一仗，乌军该如何防守呢？首先，乌军应该加强对第聂伯河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俄军的侦察，尽量掌握俄军的部署动态，争取能对俄军发动先手打击，以挫伤俄军的进攻锐气。其次，乌军应该在俄军渡河期间，利用这个窗口期集中火力对俄军发动攻击，尽量消耗俄军，在对俄军造成足够伤亡之后，集中兵力进行有序的后撤，设立第二防线，打击俄军刚刚渡河的部队。但是目前乌军的现状很难组织起这样的防守作战，这主要是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兵力问题，目前乌军面临着严重的兵力不足问题，就算拥有地形优势和以逸待劳的防守优势，在俄军的数量优势面前，也无法做到完全阻止俄军前进。所以乌军的整体防守策略应该专注在机动式防守，以消耗俄军有生力量之上，而不能与俄军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死磕，这样会严重消耗乌军本就不足的人力，可能会导致防线的彻底失守。而除了兵力不足以外，乌军还面临着装备不足的局面。北约援助的装备在前段时间的防守作战之中承受了大量的消耗，乌军缺乏进行机动式防御作战所需要的坦克、装甲车、火炮以及其他武器。在目前缺少坦克、装甲车的情况下，乌军无法进行机动式防御，而除了装备之外，乌军还缺乏弹药。想要通过机动式防守消耗俄军，就需要大量的弹药，尤其是炮弹和其他远程打击弹药。乌克兰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就必须使用大量弹药来和俄军士兵做交换。这方面的储备，乌军目前仍然不足。兵力、装备和弹药的缺乏是乌军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装备和弹药几乎只能依靠其他国家的援助。2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2024年将会为乌克兰提供价值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2月19日，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宣布，将在乌克兰建立一架生产火炮弹药的工厂，预计每年能够生产数十万枚155毫米火炮炮弹。后期还会在此基础之上维修和生产装甲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见乌克兰总统时表示，日本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仍然坚定，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21亿美元的援助。此外，日本政府还与乌克兰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涉及战后重建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捷克总统帕维尔2月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已经为乌克兰找到了数十万枚炮弹，预计在几周之内就能够把50万发155毫米炮弹。瑞典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迄今为止最大的15个军事援助计划，价值7亿美元，包括乌克兰急需的火炮弹药以及30艘各类舰艇。这些援助如果能够及时到货，并输送到南部战线、第聂伯河沿岸、尼古拉耶夫州以及奥德萨州的话，那么乌军的防守计划就有实现的可能。而根据路透社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2月28日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德佐地区，俄罗斯目前正在大规模屯兵第聂伯河沿岸，而乌克兰也正在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军援，整个南部战线暗流涌动，一触即发。俄军的两栖作战能力究竟如何？乌军依托地形优势和北约军援，能否实现机动式防御战术，通过大量消耗俄军有生力量的方式，拖延俄军进攻，打击俄军气势，最终达到防守目的？
这些疑问就只有这场即将爆发的战斗才是告诉我们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